最近呢，Coach J 很多朋友都一直问他一模一样的问题：我好想辞职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辞职？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提早退休 ？Fire！Coach J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提醒，就是在 AI 的时代，你有可能根本不用想那么多，直接就被 fire， 直接被 fire 啊！如果大家对以下几个问题也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把这集给看完。就这个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我们真的想要知道说，到底 AI 会取代多少工作？为什么会被取代这么多工作？到底会取代哪些工作？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？Coach J 来跟我们一起录一集影片，来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。看一下，现在就是从高盛银行预测到2030年，也就是5年后 ，AI 会取代3亿个工作职位。如果我们从2023年的数据来看，全球的工作人口大概36亿。所以如果3亿的工作被 AI 取代，就大概是10%，接近10%。过去2年，其实裁员是连续第2年创了一个新高。就算不是 AI 取代的工作，也会因为 AI 的投资造成职位的减少。我想大家一定也是有这个疑问，就是讲说 AI 真的有这么强吗？真的可以取代这么多工作吗？对啊，因为像去年裁员20几万嘛，你说到2030年变3亿，好几百倍的成长。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，从2019年以来 ，AI 能够处理的任务的复杂度，每7个月就会翻倍一次。麦肯锡的报告，全球30% 的公司都有可能可以维持现在的 scale， 但是只需要用到更少的员工。AI 第一批取代的就是基础的程式 programmer。过去有3个比较大的科技浪潮，第一个阶段就是2000年的时候网际网络的诞生，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2010年之后的手机，然后现在就是 AI 的浪潮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力的提升，但同时间也是整个业态，包含工作职位，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的改变。然后第二个呢是在高阶经理人上面，其实根据这个生产力，大家也越来越倡导比较扁平化的组织。从2个角度来看，一个是 AI Finance CEO， 他觉得现在 AI 只是在一个早期的阶段，可能80% 的情况都会做得比一般的白领好。对于白领工作者来说呢，现在 AI 如果还没有做得比你好，非常有可能2到3年它就会超越。挑一个大一点公司 Microsoft 来说，AI 其实为了公司节省超过5亿美元，也有成长，对，也有成长，然后销售额是成长9%。AI 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它已经撰写了超过1/3他们的新出来的code，所以呢，他们在7月又来一波9000个工作岗位的裁员。一开始有第一个误区啊，以为它会取代蓝领，但是殊不知，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，其实 AI 已经可以处理非常多、非常困难的任务，以及每7个月就会迭代一次。能够取代的工作大部分其实是办公室，在办公室打开 laptop 在看1000万要投资的你。OK， 好处是你如果看完我们这集，你就知道要怎么应对。现在有另外一个概念非常流行，就是 AI 代理人，预计应该在未来10年会自动化大概70% 的办公室的工作。当然，这件事情并不是消灭工作，它其实是可以让大部分的人能够更专注在价值创造方向上，一定是带来很高的效率。对我们来讲，就会是减少人力就业的机会。Coach J 就在微软7月份的一项分析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那就是透过 Copilot， 他们的 AI 工具，大部分可以用 Copilot 完成，代表那个工作越容易被取代。从这个角度去跑出来最 top 的40个工作，蛮不意外的，就包含翻译 Apple 推出来耳机，它就直接可以翻译了，然后非常多即时翻译的工具，包含历史学家、客服也是一个很大的领域，包含一些以我们的角度来说需要用脑力的工作，资料科学家，以前觉得很热门的科系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然后另外呢，哪一些工作最安全？对，所以就恭喜屋顶工人、护士啊，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，比较多人与人之间互动啊，或是人脉建立啊，可以分享2个例子。有一个是 Lyft， 就是如果你在欧美，你会叫车，对，叫车的 App， 客服需要阅读所有的客服的工单，然后搜寻，然后再回复。现在透过 AI 系统就直接生成回复了，然后它就直接跑所有的资料，然后就可以回复，然后让回复的时间缩短了80几%。然后第二个是 Meta，2026年预计要完全自动化广告的 creation， 也就是说，你只要上传你的产品的照片 ，AI 就会把其他的一切都处理好。科隆就说，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大，有可能在 NBA 的季后赛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一支100%由 AI 生成的广告。我们刚刚看完行业啊，其实在公司内部也有一个被影响最多的部门，不限于哪一个产业，不限于产业 ，HR 部门，人力资源部门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有说 IBM 执行长有跟他们说 ，AI 已经取代了几百名的 HR。然后他们同时间其实用这个资源，能够 hire 更多的 programmer 还有 sales， 对，去增加它的整个 overall 的生意。很多以前由 HR 处理的任务，面试啊、评估啊、绩效啊、病假等等的行政管理，是可以用 AI 去取代。有些公司 Shopify manager 或 hiring manager 需要证明
AI 无法做这个工作，它才能够把这个职缺开放出去。然后另外一间公司 Duolingo，也是一样，所有包括招聘啊、绩效评估啊，全部都要使用 AI，所以整个 HR 是第一个被 AI 有一个比较深度影响的部门。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大家刚刚一开始问 Coach 这个问题：失业了怎么办？对。那失业呢是人生5大压力事件之一，当然首当其冲就是经济压力。然后第二块呢，其实也蛮重要，就是你自我的认同、价值的认同、一些自信，然后以及你可能就少了一些人际关系。那第二呢，还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是失业它就是会发生，以及它就是会增加。像福特汽车执行长就在某次的会议上面分享，人工智慧将取代1半以上的白领工作者。然后 Amazon 的 CEO 也说，AI 就是最 transformative 的一个技术更新。Salesforce 的执行长也说，未来大家可能要想象一个画面，你可能不是跟人共事，你是跟 AI 当同事。有可能在他这个时代，他是最后一代只管理人类的执行长。生意在转型过程一定是比较辛苦的，所以在遣散费啊、整体的补助上面，其实也都不太稳定。所以这一块也会造成，如果瞬间失业，有可能拿不到以前我们就说有一个 package 这么大包，对，这么大包，现在可能小小包。Anthropic 的执行长也是说，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都会没有，失业率有可能到10%，甚至到20%。对于今年毕业大学生来讲，入门级职位已经有可能减少15%，但求职者却增加了30%。对于现在要新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对，想要知道怎么准备之前呢，先帮我们按个赞。如果没有你按赞，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分享，直接被 AI 取代。如果你还是大概20、30出职涯起步期的话，现在可以稍微想一下。第一就是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有赚取一个蛮不错、蛮稳定的薪资？那如果有的话，蛮恭喜的。对，那至少是一个蛮好的第一步。Coach J 帮大家列来几个，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一下。那第一呢 ，AI 其实不太擅长多工。就是你要平衡很多不同的 KPI 做取舍，灰色地带的决策，然后包含这个决策里面可能包含一些道德的判断。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有很多是需要这种多个 KPI 去平衡的，那相对来讲 AI 比较不容易取代。然后再来呢是比较需要同理心创造力的工作，心理咨商师。然后再来呢是，如果是需要比较靠关系人脉的工作，你是要维持跟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啊，客户关系维持啊，或者是适应比较快变化的条件，你要激励一个团队啊，有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。那当然 AI 还是比较没办法短期间内取代。你是要让你自己工作呢比较不容易被 AI 取代的话，可以适时的跟自己的老板多一些讨论。然后让自己的工作范围能够比较多跟刚刚前面几个分享的点有关，打造自己的护城河。对，你的护城河就会比较强一点。那如果像我们这种不想要带人，可能不一定适合在那种大公司体系，对，怎么办？好消息，我们根据 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说，未来呢非常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人独角兽，市值10亿美金，对，以前需要一个团队，现在应用 AI 如虎添翼，一个人做到的。如果像我们这种40、50岁的人怎么办？第一就是互相给情绪价值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Coach 这建议是先不要冲动。第一个呢，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，别处的草没有比较绿。40岁可能会是你赚钱的黄金时期。那在过去可能大家可以工作到60岁或65岁的时候，可能你的黄金时期会稍微长一些。但因为 AI 的关系，现在这个高收入的黄金时期可能会大幅的缩短。可能我们的高收入时期就只剩下短短的3到5年。那如何利用这3到5年去累积足够的本金，就非常非常重要，比以前更重要。那怎么样累积？不只是存钱，要把它转换成资产，建立一个可以有被动收入。那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比较细节的，可以看我们上一支影片，算一下说，如果你投 BO 的话会长什么样子。然后第二呢，在工作上你能够表现一直排名在前20也非常重要啊。就是如果你被熊追，对，你只要跑的，对你不要跑最后一个，对，就可以有多一些时间。然后尤其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可能能够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了。然后如果你可以维持在前20%，非常重要，尤其在这 AI 的时代。然后再来呢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考虑说，那到底这个职位好不好啊？管理的人多不多啊？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升迁的机会啊？Coach 给大家建议的是，其实那个可能对于一个比较安全、长期的收入、稳定的收入来说，没有那么重要。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拿到一个很高薪的工作，但1年后就被 AI 取代。
对，跟一个你可以稳定拿5年的工作，嗯那个5年的工作应该对你本金的帮助是比较大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当然最后啊，大家还是会说啊，我就是不开心，就是要去甩离职信。Coach J 就说是算出你所需要的数字 ，OK，因为如果你能够再多忍耐1-2年，对，能够更快达到你的数字，你就可以很安心的直接去退休，把你每年的支出，包含什么小孩啊，所有东西，整个家庭的支出，乘上20，OK，就是你所需要的数字。如果你可以用这一个资产，每年带来5% 的被动收入，你就可以支付你的所有的日常的支出。当然，里面有一些没有考虑的因素，比如包含就是有假设重大的一次支出啊，那些你可能要再额外的考虑。不过呢，如果大方向你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，那就恭喜你。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太多好担心的，可能在职业或者转换上面的决定的选择上面，你其实有更多底气，你就可以自己安排，那就没问题。但如果你还没有达到的呢，不用太担心，你就是要从现在开始，接下来5年黄金时期好好把握。有可能我的本金还没到我的数字，还有一些差距，比如说差了30%。下面这个表格帮大家简单算一下，如果你把钱全部现在放在 VO S&P 500，年化报酬大概抓一个7%，Coach J稍微放保守一点，7% 就好。就算你现在距离你的数字还差30%，我们就丢个70在里面。对，你到2030年就到100%，而且这个前提是你接下来这几年1毛钱都不存的情况下。第二个呢，大家会说，那我如果距离不止差30%怎么办？恭喜你，在 Coach J 世界里面还是有救。对，刚分享的 S Plus 那一集的话，看到这里的朋友，你有福了。对，所以我们挑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，比如说 Palantir，如果你在5年前就投资 Palantir 的话，你将会获得1763%，17倍的报酬，17、18倍的报酬。如果你原本数字距离你的目标差距是95%，你在5年前投 Palantir， 你现在就到了。所以这就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了，当然不一定每一次都可以找到 Palantir。即便你只投 VOO， 也比刚刚用7%去分享的30%高很多。Coach J 分享了，假设在 AI 的世界里面，其他几只，比如说台积电，5年，的 S Plus。Coach J S Plus 第一名，所以基本上其实假设是这几只股票，过去5年都是远超刚刚所谓的30%，所以这个第一个给大家分享。第二呢，马上来投资，原因是因为巴菲特有一句名言：如果你无法在睡觉的时候赚钱，那你就需要工作一辈子，让钱帮你赚钱，工作或是成就感，或者是财务自由。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让我们每个人可以保持着幸福嘛。Coach J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哈佛教授的一个概念，幸福感的来源是有一个小小的公式，抄笔记，抄笔记就是你拥有的除以你想要的。那这一件事情如果是大于1，那就是幸福感会高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是小于1，越小你就会越痛苦。对，你想要的太多。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按照年纪可能也是会有些调整，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野心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想要的比你拥有的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一直不断的进步。对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到后面就会有更清晰的取舍，你拥有的可能必须要大于你想要的，你才可以继续维持这个开心的状态。具体是哪一些？跟你最重要的人的关系，爱啊，对啊，然后跟你可以帮助的人，你创造的价值。当你有财务比较稳定的情况下，你才有心思跟力气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，维持比较好的健康状态，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。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人生里面最重要的、最有价值的事物，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习惯，让我们在 AI 的时代里面不会那么的忧虑跟恐慌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帮助到你。对啊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